墨西哥的第4站，我前往应该是在玛雅文明里面最知名的遗址奇琴伊察，坐落在墨西哥境内的尤加敦半岛。从坎昆、图鲁姆或梅里达乘坐大巴、自驾或参加1日游团，皆可抵达到这里。前一天我就搭乘大巴抵达奇琴伊察前面的皮斯特小镇，这样子我就可以在遗址里面待上1整天。奇琴伊察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500年左右，但其作为主要中心是在公元600年至1200年的时候达到顶峰。奇琴伊察在1988年成为世界遗产，在2007年被全球票选为世界新7大奇迹，是墨西哥当地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抵达这里后，我在这个小镇逛了一下。这个城镇主要中心不大，如果你要过夜，这里是探索遗址的最方便的基地。市中心里面有一个文化博物馆，它曾经是个教堂，外形还蛮特别的。里面有一些旧照片，看起来像是在解说当地的历史跟一些传统文化的工艺。也有一些遗留下来的宗教文物。同一条路再走进去一些，就能看到现代的教堂，里面基本上也不大。在路上我能看到有一些烤肉店，在当地似乎是很流行的食物。如果餐点要有多一点选择的话，只能再回到市中心。对面马路就有一个类似像美食广场的地方可以吃饭。大约1小时左右，我就逛完了整个皮斯特镇的中心。市中心距离遗址公园路口大约5公里左右，建议一早搭乘嘟嘟车进去。一大早进入的时候，旅客是最少的时候，因为旅行团还没进来。那时候参观、拍照是最棒的。隔天一早便过来到遗址，门票费每人付费约638披索。卡斯蒂略金字塔，一进来就能看到这个标志性的建筑。以前的西班牙人称呼这里为 El Castillo， 直接翻译就是城堡的意思。实际上它是一座神庙，主要是祭祀羽蛇神，因此这座金字塔又被称为羽蛇神庙。当人们想到墨西哥玛雅遗址里的金字塔时，通常一般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就是这个金字塔，所以它也有玛雅金字塔、墨西哥金字塔的美称。这里有很多人会试着拍手，
站在羽蛇神金字塔前拍手，就会听到特殊的鸟鸣回音。这种回音是设计来模拟一种名为 cat show 的鸟类叫声。当我在散步环绕金字塔的时候，发现了两边的整理状况不同，有一个面向整理得很好，这边就保留了原始的状态，让游客可以看到维修前与维修后的不同。金字塔再往后走一些，就来到了千柱群。这些由上千根石柱组成的柱廊，曾被认为支撑着一个巨大的屋顶。柱子在地面上构成了棋盘状的网格结构。这个空间可能曾作为市场或大型集会的场所。绕过千柱群后，就是武士神庙。武士神庙建于公元10世纪，由一个巨大的阶梯是金字塔组成。金字塔的正面和侧面则是一排排雕刻着武士形象的柱子，其风格明显受到托尔特克文化的影响。雕刻展示了玛雅和托尔特克战士的形象、武器和服饰。在公园里，基本上就是环绕着羽蛇神庙探索。这一面的金字塔，我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巨大的羽蛇头雕刻。传说中，羽蛇神是一条披着鸟羽毛的巨蛇，这是象征着古老的蛇神崇拜传统。每年春分和秋分时，阳光在金字塔阶梯上形成蛇形的阴影，象征羽蛇神的降临。金字塔每侧有91个台阶通往顶部，共有364个台阶，加上一个顶部的额外台阶，总共是365个。每个台阶就代表日历中的每一天。这里的主要入口里面都有摊贩，很多摊贩都会用$1 $1来招客。然后过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3到$5，要留意一下，多问几间，直到你觉得是合理的价格才买。我买了一个会发出特别声音的口哨，口哨有好几种选择，有一些还能发出类似怪兽的声音，非常有趣。由于尤加敦半岛没有多少地面的河流，因此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天然井 cenote。遗址的地图上目前标示是有2个可提供充足水源的天然井，其中一个就是著名的献祭之井。玛雅与神恰克的信奉者将其这里视为圣地，并将陶器和熏香等物品投入圣井中，当作为对于与神祭祀的仪式。在大旱的时候，偶尔还会使用活人的献祭。井里面发现有数百名活人祭品的遗骨。奇琴伊察拥有7个球场，其中最宏伟的便是位于金字塔西北方向的大球场。
长达168米，宽70米，两侧高墙高达26米，是古代中美洲最大的球场。曾经是当年玛雅人举行一种称为 Parque Top 球赛的场地。修女院是一组精美的 Puke 风格建筑群。尽管这个名称是西班牙人根据这里的其众多房间联想到修道院而取名的，但这组建筑实际上是当时古典时期的政府宫殿或行政中心。在修女院的北面，一个方形大平台上矗立着一座独特的圆形建筑，这里是著名的椭圆形天文台，又名瓜牛，得名于其内部螺旋状的石头阶梯。古玛雅人发展出了在有望远镜以前世界上最精确的天文学，他们成功计算出日食和月食、金星的升落、恒星和行星的运动以及太阳年。对于金星的周期观测尤其精确，甚至能识别金星在早晨和傍晚天空中的不同阶段。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还有意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让更多人看到影片。我们下次再见。